大家好，圣诞节到了，新年也来临了。既然我在此非常感谢各位支持本频道、关注本频道，同时打开了小铃铛，并且习惯性点赞和评论的所有的朋友们，特别感谢各位有爱有心、同伴同行的会员朋友。人生苦短，有您不会孤单。时间点不好，运气特别好，所以最近总有风水水起的感觉。其实黑粉只是暂时无从下手，或者说无从下口而已。剧播的时候，黑粉念叨赵丽颖的胖和丑，结果反倒成了赵丽颖的加分项。现在呢，黑粉找了块天花板，想压制一下赵丽颖，这招挺有意思，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来，证明赵丽颖的挑战真的来了。而且呢，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询问我。通过最新一份华鼎奖的提名名单，除了想到了赵丽颖的新挑战，更第一时间也想到了《冰与火》以及2位争奇斗艳的双男主王一博和陈晓。为什么询问我会同时想到这3个人呢？因为评委的视角注定和观众的视角是不同的。首先，王炸弟弟王一博，询问我这2天也是连篇赘述和深扒了一大堆永恒与别不同的心得观感，因为众人皆醉的时候，一定要有个人独醒才行。单纯从这次王一博的造型，我们就不难看出，香奈儿更是大手笔，上百万的珠宝直接来了一整套，可见重视程度有多高。王一博的商业价值真正意义上的体现，从微博电影之夜月亮款胸针到这次的太阳型胸针，遥相辉映，香家对于王一博的重视程度到底有多少？这次盛典，香家承包了王一博的大部分妆发跟造型，更是把早春系列提前拿来，百万珠宝同时展示。这次的王一博真的好贵，好多人说王一博亮相的2次造型价格不菲，更是真正让我们看到了顶流的价值跟人气。说到这，新万我必须提醒一下黑红和红黑的区别，因为商业价值非常重要，这是艺人最直接的含金量体现。然而呢，每次炒作香家对王一博的加成是5成还是9成呢？新万我经常说，共富的社会，眼睛老是离不开艺人的镶金戴银，无论黑红还是红黑，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宣传，最大赢家只有香家。所以最新的瑞士首富不就换人了？而且就在这个月，您说稀奇不稀奇？王一博无疑是低调的，但是希望他塌房的人注定不希望他低调，甚至恨不得捧杀更快。要知道，棒杀容易出事，捧杀时常无形。因此，王一博 GQ 盛典迎来的一大波被黑狂潮，居然还加入了一位 GQ 达人，其实都是镶了金边的颜值惹的祸。2022年的12月17日10点40，名不见经传的 Boyhood 男团成员陈新浩发布了一条自己没有阳的微博，终于洗清了2天以来不断被骂的冤屈。原来他是15日上海 GQ 盛典的红毯秩序员，主要负责给在场嘉宾指路。要说 GQ 红毯当天，那是众星云集，暗潮涌动啊！先是红毯上接连不断的暗暗比美，再是背后微博词条上你争我抢的文娱热搜，场面非常精彩。但是要说当天格外劲爆的消息，还是那条不知从哪里流传出来的 GQ 红毯有工作人员疑似阳性，而这个工作人员就是这位胡咖陈新浩。一时之间，各家粉丝纷纷出动，火眼金睛的辨认自家哥哥姐姐有没有靠近他，跟没跟他说话。然而不幸的是，作为给在场嘉宾指路的红毯秩序员，他几乎与每一个到场人员都有过或多或少的交流，而令人崩溃的是，他们全都没有戴口罩。但是总有例外，王一博就是那个例外。也正因为这个，他在这2天也是接连被骂。王一博、陈新浩同为乐华娱乐旗下的艺人，而 GQ 当天，王一博和身边的成尔导演都戴了口罩，同时王一博也没有参与那场的睡衣趴，没有和陈新浩有近距离的接触。这一下引发了广大网友和粉丝们的阴谋论，尤其是自家哥哥姐姐和陈新浩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粉丝们更是怒气冲天。他们认为乐华娱乐的老板杜华就是明知道陈新浩阳了，却还故意让他参加活动来感染其他公司的艺人，同时还提醒自家艺人做好防护，非必要不接触，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恶性竞争。一时间群情激愤，陈新浩微博词条火上热搜，
王一博不参加 GQ 睡衣趴的原因这个词条里也有一些不理智的粉丝在阴阳怪气。同为乐华娱乐旗下的吴宣仪、胡春阳也没能逃过无差别攻击，场面十分混乱，逼得王一博粉丝不得不做出澄清回应。第一点是早几日流出的流程单中已经说明王一博只参与 GQ 晚宴的电影部分，不存在提前知道消息，特意避开睡衣趴。第二点是王一博与导演程耳佩戴口罩只是为了宣传电影无名。同时王一博在红毯上晚宴那场也有不戴口罩的视频图片流出，但是愤怒的粉丝们还是吵嚷着让陈星浩、乐华娱乐给出回应，不然誓不罢休。这场闹剧从15日晚上一直持续到17日陈星浩发博澄清才堪堪平息，但是仍不知道最初的谣言是从哪里传出。被莫名其妙污蔑了几天的陈星浩终于获得清白，估计他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是以这种方式出的名。说到这，您也懂了吧？申万我已经先知先觉提到的4大妖孽，只不过前菜而已，后续的花絮和主菜，即便有些人压根看不到，但精彩总会留给了当事人。无辜被牵连的王一博，人家只是走个红毯，没想到却也挨了骂。互联网上错综复杂的信息，有时候就是一个个的深坑，没有359度的辨识力和观察力，注定都是粉丝造反事件，或者乌镇事件，或者其他纷纷扰扰无中生有的一路埋伏和设计诱饵。就像看到肖战、王一博疑似同房的造谣图片，一定要仔细辨识它的真实性，跟着随手一个爽快的打脸和举报，大家切记不要造谣传谣。说实在的，申问我也理解，有时候吃瓜皮容易，吃瓜瓤很难，因为满地都是黑心人扔的瓜皮。所以摔跤还是小事，吃了瓜皮的同时，或许还会跟着黑心人懵懵懂懂的干了粉碎正主的事了。另外一方面，常吃瓜皮的群众也时常会为正主带来大量无辜分心的纠缠和无法专注的麻烦。2022年12月16日，第35届华鼎奖最终的提名名单公布，评选作品播出时间为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分为百强电视剧、古装剧、近现代剧、当代剧4个领域。所以被提名的演员很多。华语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和参选电视剧名分别是宋佳、人世间、王菊、爱很美味、赵丽颖、幸福到万家、赵今麦、开端、关晓彤、20不惑2。其中宋佳加上人世间，对于赵丽颖而言，的确是个必须跨过的坎。有意思的是，华语古装剧最佳男演员和参选电视剧名分别是陈晓、梦华录、陈坤、风起陇西、王鹤棣、苍兰诀、黄轩、风起洛阳、郑业成、祝清好。申万我想问一句的是，您发现了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没有呢？华语古装剧最佳女演员和参选电视剧名：柳岩、梦华录、虞书欣、苍兰诀、咏梅、风起洛阳、杨紫、沉香如屑、赵露思、星汉灿烂、乐声沧海。是不是2个剧名连续出现了2次？您能看出好玩的地方吗？华语百强电视剧最佳男主角其实就是视帝，华语百强电视剧最佳女主角其实就是视后，因为是综合性的，不分题材，相对含金量高一些。雷佳音凭借人世间获得了金鹰视帝，樱桃凭借人世间获得了金鹰视后，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此双双获奖。虽然刘亦菲凭借梦华录入围了，但是获奖的可能性不大，演古装剧很难被肯定演技。当代题材其实就是指发生在现在的故事，张若昀获奖或许最有可能，他在警察荣誉里是大男主，而辛柏青在人世间只是男2号。而且如果雷佳音获得了视帝，再给辛柏青奖项不太合适。女演员方面，现在风头无两，赵丽颖最有可能获奖。说到这，大家都以为赵丽颖会入围视后的，没想到赵丽颖这次入围的是当代题材电视剧的最佳女演员。不过没关系，赵丽颖还有可能凭借幸福到万家角逐金鹰奖、飞天奖、白玉兰奖。近现代题材是指发生在民国的事情，这一类题材的电视剧太少了，其实可以取消。所以入选这个奖项的演员基本上都是来自这几部电视剧：民国大侦探、传家、光芒属风流人物。最精彩的角逐还是古装题材，因为出演这一类电视剧的演员大部分都是流量明星，陈晓、陈坤、王鹤棣、黄轩、郑业成入围最佳男演员。
柳岩、虞书欣、咏梅、杨紫、赵露思入围最佳女演员。陈坤年轻的时候也是流量明星，陈晓和黄轩有机会成为流量明星，但他们都及时转型了。王鹤棣肯定是流量明星了，而且是顶流。郑业成算是带爆的流量明星。Shin Wan 我觉得王鹤棣最有可能获奖，他主演的《苍兰诀》今年真的太火了。这个后浪 Shin Wan 我可是没少聊到，有时候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您说对不？如果王鹤棣获奖的话，那虞书欣也应该会获奖，这样主办方就可以炒作地心引力 CP 了。如果王鹤棣没获奖，那就有可能是杨紫和虞书欣的，他们都是顶级流量。柳岩在《梦华录》是配角，咏梅在《风起洛阳》是配角，不足挂齿。说到这，您想到王一博了没有呢？他在哪儿呢？要知道，他可是2部剧都有份男一的。这几天多位艺人参加了 GQ 盛典，无论在活动开始之日前还是活动进行之后，王一博的热度都是非常高的。在活动的官博正式官宣的动态下，王一博的粉丝几乎霸屏了评论区。在活动结束之后，官博晒出的王一博的个人动态点击率也突破100万。王一博的出席几乎是承包了盛典大部分的流量，粉丝们也给足了王一博牌面。这也是因为王一博值得。这次王一博出席活动的方式也是很特别的，他是和无名的导演一同出席的。如今的王一博出席任何活动都有更大的底气。活动结束之后 ，GQ 的总编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很多图。作为时尚圈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一次有很多未到场的艺人都主动为这位主编送上了祝福，预祝这一次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主编在他的个人动态陆续发了2条与王一博相关的照片，第一张照片是2人挨着坐，因为都穿了亮晶晶的衣服，所以拍了下来。结果呢，让所有正常思维都想不到的，居然这也莫名其妙出事了，而且原因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头脑不歪不行。正常的思维可能看正常的时代证据的时候，才能正常的消化理解。风吹半夏圆满收官，豆瓣拿下了8.4的评分。看过这部剧的都说这是这几年难得的好剧，导演用心，全剧演员演技在线，剧情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虽说大家都说这部剧好看，但赵丽颖却被喷惨了。自打这部剧播出，赵丽颖就没少被吐槽、诟病。老态、油腻、大饼脸、发福，毫无少女感。这部剧一经播出，很多人就跑出来说赵丽颖怎么老成这样了，鱼尾纹、细纹、黑眼圈这么严重。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部剧可是无美颜、无滤镜啊。赵丽颖已经35岁，而且还生过孩子，常年拍戏劳累，这种状态已经很抗打了。很多人到30多岁可能未必有这状态呢。不知道最近几年怎么回事，好像少女感已经成了一个变迁。没有少女感的女明星仿佛就是罪过。20多岁可以说少女感满满，因为她们年轻，但这些85花已经30加了呀，怎么可能一直保持着少女感？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容颜总会衰老，不老的估计是妖怪吧。每个年纪有每个年纪独特的美，硬凹少女感才会让人觉得反感，那不过是障眼法罢了。用上磨皮、美颜、滤镜、瘦脸，赵丽颖一样可以少女感满满，脸上毫无瑕疵，但那真的是观众想看到的吗？不会觉得审美疲劳吗？原著中许半夏因为做钢材生意，操劳起来后身材却越来越膨胀，所以变成了一个胖子，甚至有点油腻。而赵丽颖为了更好的呈现这个角色，还特别增肥了一点，所以才会有了剧中大家所看到的脸大发福的状态，并不是说赵丽颖离婚后疏于身材管理，油腻发福了。相信相比于那些磨皮磨到五官都模糊的脸，观众还是更喜欢这种真实的脸，虽然它有毛孔有瑕疵，但它起码是真实的。而且Shin Wan我经常提醒大家的就是，社会主义新风尚偏偏就好这口，特别是有蜕变、质变、转型、冲奖需要的顶流人物，哪个都绕不过去这个门槛，或者说龙门。赵丽颖愿意放下偶像包袱，用最真实的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才是一个演员的敬业。因此呢，风向当中有一类人很批赵丽颖演技差，根本不配做孙俪的接班人。这些人吐槽赵丽颖的演技，说赵丽颖是程序化表演，面无表情，根本接不住其他演员的戏，演啥都是一个样。
他的演技在这些人中排倒数第一。说出这些话的人估计是没有看这部戏。赵丽颖的演技跟老戏骨比确实有差距，还需要好好打磨。但倒数第一的说法，明晃晃就是为黑而黑的笑话了。您说，申万我说的对不？在《风吹半夏》里，赵丽颖很多场哭戏都称得上封神，有一场哭戏，她鼻涕都哭出来了，这还能说没演技？有人说赵丽颖不配做孙俪的接班人，演技差孙俪10万8千里。其实赵丽颖从没说过要接孙俪的班，她也不需要接任何人的班，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风向标。别人是什么火拍什么，她是拍什么火什么，这就是实力。这些年来，赵丽颖从跑龙套到大女主，她已经用一部部作品证明了自己。孙俪有孙俪的厉害之处，赵丽颖有赵丽颖的独特，他们之间根本不需要对比，更不存在谁要接谁的班。所以申万我也赞叹这些黑粉的小聪明，居然想用一种3金事后的天花板来压制赵丽颖，结果适得其反了，因为赵丽颖的方向就是3金，于是乎黑粉继续抹黑妆容，直指服饰夸张，这些论调是不是很枯燥呢？反正申万我的词汇当中，这颠三倒四的口水和水平跟小学1年级差不多，所以申万我也是笑了，没啥可喷了。黑粉们就开始拿赵丽颖的妆容、服饰和身材做文章，说她在剧中的妆太浓了，衣服太过时尚夸张了。要知道90年代就是流行这样的妆容，那会不像现在妆化的这么细致，那会是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比如大红唇，还有吐槽服饰太过时尚的。许半夏是个大学生，又是个女老板，见多识广，所以她打扮的时尚一点也正常。毕竟没有哪个女人不爱美的。综上，俗话说人红是非多，赵丽颖估计就是人太红了，所以一直有人喷她，不管她演什么，都有人各种诟病挑刺。但赵丽颖才不会在乎这些，她只会继续拿出更优秀的作品，狠狠地拍打黑粉们的脸，即便在不对的时间点，她也能逆风而飞，如同雄鹰。哦，不对，是雌鹰，申万我的词汇还是妥妥够用的。相信黑粉的词汇拥有申万我词汇量100%的话，也不会来来回回絮絮叨叨，跟个裹脚布一样。这次黑粉在 GQ 盛世的全程当中抓到现行的第2张的照片，是主编王一博和无名导演3人的合照，看得出这部作品的宣传力度还是很强的，目前在各个方面也都打开了知名度。在此之前，这部影片的团队就曾和 GQ 有过合作，曾一起拍摄过一组大片，王一博的表现力依旧是焦点。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第1张2人挨着做的照片竟然引发了争议。您看得出问题吗？如果看不出，申万我提醒2点，一个是这位也是帅锅，另外一个就是视角问题了。希望您懂的。王一博这次被无辜的抹黑，其实就是很多黑粉对于2人的关系加以揣测，甚至散布各种谣言。说到这，您想到了申万我老是看不惯的王一博红毯红火了肖战的名场面吗？这种黑粉挚爱的颜色调料，申万我真的是够够的。面对各种各样的争议，总编本人也在评论区中做出回应。仅仅是因为2人穿了同样亮晶晶的衣服，觉得巧合，所以才拍下来，并没有其他任何的问题。王一博和 GQ 已经不止一次的合作过，而且这一次活动，王一博也确实为其吸引了很多的流量和关注度。王一博本身就是一位非常低调而又淘气的艺人，与之合作过的很多同行或者是前辈都非常欣赏他。在粉丝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张普通的照片，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多想，甚至添油加醋的造谣。GQ 的主编一直都非常维护王一博，在合照的动态的文案中，他曾提到不需要在意其他的胡言乱语，只需要关注作品和角色就可以了。一直以来，因为王一博热度比较高，而且也有很大的流量，所以他总是被各种负面新闻缠身。王一博本人向来不屑于回应任何绯闻，在他看来就是清者自清，对于真正想要黑自己的人，即使做出任何的回应，也都于事无补。这样的态度真的很王一博，他本人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既张扬又低调。张扬是因为他的很多光芒想要掩饰都无法掩饰住，低调是因为他本人真的很低调。在很多场合，王一博都是非常安静的，因为他本身也就是非常慢热的人。
也不喜欢用言语表达什么，很少会给自己立人设。接下来作品和实力都将是他最好的反击，相信不必多说什么，足以证明他的能力。大家无法堵住黑粉的嘴，但却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当然了，可能您会跟申万我一样，再次感叹团队的力量了吧？当然了，到底是谁机心满满，或者说机心满满，申万我压根就不想深入八卦，因为申万我非常不感冒这些男的暧昧，除非您非常感兴趣这方面的话题，那么申万我只能勉为其难。另外开篇说到了，这就像每次王一博红毯都必定会和肖战卿卿我，甚至当晚开房一样，所以申万我如常建议各位正义感爆棚的朋友们，别客气，见到一次就举报一次，只要大家有心就有力量，就像天天打扫垃圾一样，大家所见之处就会清清朗朗、干干净净了。说来说去，只要王一博足够优秀，黑粉们总会被打脸和被破防，因为业务能力是别人拿不走的，凭实力说话才是强者的对话。那么，不知道您到底留意了没有呢？王一博为什么2部剧的角色都没有进入华鼎奖视线呢？要知道，人世间居然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锐演员等等多达10个的奖项提名，成为了本届华鼎奖提名阶段的最大赢家。梦华录获得了5项提名，紧随其后，而大山的女儿、开端、幸福到万家、冰与火等等关注度很高、热度很高的优秀作品只获得了1到2个的提名。说到这，您又看出来了没有呢？陈晓、王一博一同有份的冰与火并没有有效助力到两人，而陈晓的梦华录则依靠强大的影评得到了10足10的后劲和加成。该剧开分高达 8.3 分，最高飙升至 8.7 分，目前稳定在8分，成为近些年来古装偶像剧中难得的口碑佳作。这就是陈晓双保险的好处了。而赵丽颖的提名不是事后反而相对稳了，您说为什么呢？欢迎懂的人在评论区中分享您的懂。